女孩独自走在路上，一辆面包车从她身边开过，突然一双手将她拽进了车厢里。4个猥琐男紧紧将女孩压在身下，撕扯她的衣服。开车的男人野本吓坏了，他只听说今天是去搭讪的，但这已经是犯罪了好吗？听着车厢里女孩的叫喊，野本心一横急刹车，他还是做不到当共犯。突然后座的帘子一掀，女孩毫发无声地探出头，让他按自己指的路继续开。要说后面的4个男人当然是全都死了。面包车一路驶进一处垃圾站，野本冲下车，趴在地上狂吐起来，吐着吐着一抬头直接吓尿了。垃圾堆里到处都是死人的尸体。女孩打完电话回头一看，野本已经不见了。野本四处乱跑，爬上垃圾山，突然发现垃圾堆的中央空出一块类似场地的地方。一个男人说这里是一处摔跤场，总算是见到了正常人。野本赶紧冲上去求助，说自己的朋友被女高中生撕碎了。男人说那个女孩恐怕是兽人，同时具备人类的大脑和野兽的牙齿，拥有远远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的新人类。而不幸的是，眼前这个男人也是一个兽人。野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活人瞬间膨胀成了一只恐怖的狮子，朝着他一爪子挥来。而千钧一发之际，女孩一把将他拽离了狮口。2个人之间明显认识，而且还有一场格斗要打。但由于女孩是第一次参加格斗的新人，导致狮子和她之间的赌率是100比1。如果照这样下去，牙斗就无法成立，所以他拉来野本给自己下注，赌1000万他赢，这样赌注就变成99比1了。拿不出钱也没关系，拿器官抵债就行。野本人都快吓傻了，爬起来就要跑，挣扎间不小心摁在女孩胸上，被一拳揍飞。逃是逃不掉了，野本只好先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女孩表示事情很简单，就是现在她要和狮子展开决斗，要是她输了，他俩就一起死，赢了就一起活。女孩紧跟着变成了牙尖爪利的兽人，场内灯光亮起，比赛正式开始。女孩的对手狮子是从无败绩的王中之王，面对庞大的狮子，她的身形实在是有点娇小了。刚放完狠话就被一爪拍飞，狮子一把拽住她的头发，摁进垃圾箱里一对暴锤。女孩很快挣脱，靠着自身的灵活性和狮子缠斗着。狮子张嘴一声大吼，恐怖的声波震得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狮子的咆哮能震慑一切动物，令他们动弹不得。狮子再次将女孩逼入绝境，一顿狂揍。突然右手鲜血直流，狮子急忙后退一看，自己的3根手指居然被女孩咬了下来。他居然没有因为狮吼产生恐惧。狮子不可置信，所有的动物都会对他产生恐惧，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女孩吐出狮子的手指，她是野性和暴力的化身。蜜獾是小型哺乳动物中的最强者，即使面对狮子也毫不畏惧，世界上最悍不怕死的生物。尊严被挑衅，狮子怒不可遏地朝蜜獾挥拳，蜜獾爪子一挥，纵身一跃，狮子胸口血花四溅，当场倒地。比赛结束，蜜獾获胜。2人被比赛卫星清晰地转播到了舞台上，观战的所有人都不可置信，没想到娇小的蜜獾居然打败了狮子。只有一个人非常淡定，因为蜜獾就是他推出的终极王牌。男大学生一觉醒来，身边居然躺着一个只穿内衣的妹子。昨天蜜獾战胜狮子后，自己也一身都是伤，但又不愿意去医院，所以他只好被蜜獾带到了自己家睡了一夜。野本感谢蜜獾的不杀之恩，昨天的事他不会对任何人说的。蜜獾也无意久留，不过在此之前他要先蹭一顿吃的。吃到甜品的蜜獾可爱的就像一个普通的女孩子，野本刚一心动就想起了对方昨天杀人不眨眼的凶残样子。蜜獾突然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道着歉。野本受宠若惊，却没想到人家压根就不是跟他道歉，而是他身后突然出现的男人祠堂。蜜獾明显喜欢这位祠堂先生，凶猛野兽，秒变乖巧家猫。祠堂是牙斗管理局长以及蜜獾的监护人。不等野本介绍，祠堂早就调查出了他的一切，还问他坐在特等席观看决斗感觉如何。牙斗就是兽人间的决斗，通过最新基因强化手术获得野兽能力的人被称为兽人，外形和常人没有区别，但兽化之后就会变异进入战斗状态。祠堂又问他知不知道财阀，当今日本的经济被80、三门、石田、角共4家财阀所支配。财阀赌上各自的发言权，进行非公开的代理赛，就是牙斗，选出每个时代最强之人相互厮杀。今年牙斗的战斗者全都换成了兽人，他们管理局的工作就是让牙斗更加顺利的进行。关于昨晚他的那群朋友已经被当作交通事故处理了。听到这里，野本赶紧一个土下座道歉，他和那几个人都是打工的时候认识的，突然联系他说要去搭讪他才跟来的，没想到会是性侵犯，而且他也想阻止来着。他的鬼话蜜獾是一句也不信，明明对他垂涎3尺还装什么装，却没想到祠堂居然让蜜獾去当野本的保镖。毕竟野本现在是蜜獾唯一的出资者，如果出了什么意外，他就会失去比赛资格。在祠堂摸头杀的安慰下，蜜獾红着脸答应了。祠堂将这次比赛的分红交给野本，让他在下一场比赛中继续出资，随后便告辞离开了。
秘书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将野本拘束起来，再由他们管理那笔钱。但祠堂有着自己的打算，他认为和野本的相处能让蜜獾弥补自身不足的部分。天降1个亿的巨款，野本人都傻了，被蜜獾打发去买东西。本来只想泡个妹子，却没想到卷进了这种麻烦事儿。不过转念一想，这不是在和女高中生同居吗？野本觉得自己又行了。突然，路边一位红发妹子叫住了他，掀开大衣，里面居然什么都没穿。妹子凑上来让他好好看看，野本色欲熏心，结果下一秒就被一枚钢针刺穿了大腿。再抬手一看，这妹子的手臂上居然长出了许多根尖刺，她也是一名兽人。妹子一根长针直捅野本鼻孔，逼问他关于蜜獾的情报，如果不说就把他扎成刺猬。没想到话音刚落，蜜獾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红发妹子迅速转身发起攻击，一阵闪躲之后，蜜獾轻巧地靠在了妹子的背后，这么简单就被他接近后背，未免也太疏忽大意了。妹子一笑，身后的刺猛地爆开，将蜜獾逼退。对于豪猪来说，背后可绝非死角，而是最适合进攻的位置。漂亮妹子秒变浑身长刺的可怕豪猪，她原本的计划是问出情报后就把出资人杀了，让蜜獾失去比赛资格。不过现在既然遇到正主，那还是杀了正主省事儿。打斗找上了门，蜜獾也变为战斗心态。豪猪认为自己胜券在握，满身尖刺的朝着蜜獾发起攻击。蜜獾跳到屋顶上躲避，没想到豪猪的尖刺居然扎穿屋顶捅了上来。蜜獾一时间被尖刺困住，动弹不得。豪猪趁机鱼跃而上，尖刺风暴对着毫无防备的蜜獾当头砸下，整座凉亭都被这暴雨一般的攻击砸塌。豪猪表示就这，然后把目光转向了野本，却没想到蜜獾又从针堆里爬了出来，不仅毫发无伤，甚至惬意地伸着懒腰。豪猪傻眼了，要知道他的刺可是连钢铁都能刺穿的。然而他的对手却是蜜獾，蜜獾的皮毛不仅厚且富有韧性，是天然的盔甲，自然界不存在能穿透它皮毛的东西。豪猪直呼不可能，咬牙切齿地再次冲向蜜獾，随后被一爪子秒杀。眼看蜜獾还要走过去补刀，野本赶紧把人拦住，杀人是不对的，犹豫就会败北。豪猪逮住机会爬起来就要再次发起攻击，突然一彪形壮汉从旁冲出，撞飞了豪猪，然后严肃地盯上了蜜獾。蜜獾以为又是一个来找茬的，没想到壮汉当场土下座，请求蜜獾助他一臂之力。总之几个人还是先回到了野本的家，壮汉给野本包扎好了伤口。他是石田财阀的兽斗士刚岛，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拉拢蜜獾加入石田财阀。蜜獾一口拒绝，他是最强的，所以根本不需要伙伴，也不会属于任何一方。蜜獾是敢大摇大摆进入别的动物猎场抢食物，被发现后还反对主人龇牙的机器傲慢霸道的动物。刚岛有些不满，蜜獾的确很强，但这样下去他终究会输。牙斗还没有单纯到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就能获得胜利。不满被说教，脾气极差的蜜獾嚷嚷着要和刚岛打一架，气氛越来越紧张。而就在这时的祠堂发来了消息，看完消息的蜜獾瞬间眉开眼笑地答应了刚岛。他虽然不会加入石田财阀，但是会随时接受他们的雇佣，在下一次的牙斗中作为石田一方出场。原来是祠堂接受了石田财阀的委托，居然能把蜜獾当做普通女孩来驱使。野本是越来越佩服祠堂那个男人了。野本一大早看到了女高中生的裙下福利，瞬间清醒。从今天开始，为了保护野本，蜜獾将会和他一起去上学。野本一进教室就遇到了自己的肥宅朋友，肥宅嘲笑他憧憬现充失败，结果一扭头，人家不仅没失败，还勾搭上了女高中生。肥宅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冲击，原来是他高攀了。蜜獾虽然看上去是个不良，但也是想好好听课的。但大学嘛，大家懂的都懂，老师自顾自讲，学生自顾自玩。蜜獾大受震撼，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和平无聊没有意义的地方，他这一刻都待不下去了。突然，一个自称80财阀的兽斗士中西跳进了他厕所隔间，然后一把抢走了他的内裤。蜜獾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战斗状态，但中西也绝非泛泛之辈，轻松躲过了蜜獾的近身攻击。对方并没有对战的意图，抢完内裤之后扭头就跑。蜜獾追出门，正好撞上野本摔了个四仰八叉，没穿内裤的那种。不过他现在的注意全都在中西身上，对方明明没有说话，速度却非常快。中西一路把人引到学校外的树林里，保持着高速奔跑的瞬间转身，将蜜獾一把摁倒在地。原来他的兽性是速度最快的猎豹。中西觉得凭蜜獾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杀死狮子，肯定是为了出名搞的剧本。一没速度，二没力量，就算防御力强也无法承受正面的攻击。说着对蜜獾的脖子狠狠抓下，血花四溅。中西不可置信的迅速跳开，因为蜜獾没有躲避他近至眼前的一击，而是张嘴狠狠咬住了他的爪子。这和速度力量都没有关系，獠牙更锋利灼胜，这才是牙斗的本质。中西顿时兴奋起来，而就在两人即将开战之时，三门财阀的兽斗士雄放倒大树拦在了两人中间。此时雇佣蜜獾的石田财阀决定让蜜獾参加牙斗兽语杀比赛，将会在1周后举行。根据
据财阀间的规定，参赛者禁止在比赛前私斗。霸凌的会长也同意了，中西只好放弃对决。蜜獾根本不听，转头就朝三门的眼镜男发起了攻击，被熊和中西联手拦下。眼镜男将说明任务交给中西后就离开了。同时，剿共财阀的兽斗士也展开了对蜜獾的抹杀行动。四大财阀对这位突然冒出的新人虎视眈眈，这场兽欲煞将会成为他们争夺蜜獾的战争。两个漂亮妹子穿着女仆装任人拍照，这件事还要从豹女中西抢走了蜜獾的内裤说起。兽欲煞即将开始，中西赖在蜜獾身边给他讲注意事项，被两个妹子环绕的野本成了众矢之的，被他的宅男朋友堵在了动漫社，左拥右抱好福气啊，这不得给哥几个开开眼？遂拿出了女仆装，要求妹子们换上。为了野本，只好土下座请求妹子们行行好。中西倒答应得很爽快，还教蜜獾怎么单独变出兽耳减少消耗，还当场又给蜜獾脱衣服。再看到不该看的野本，吓得拄着拐杖健步如飞，结果推门一看，外面全都是人。两名兽耳妹子推门亮相，广大宅男大饱眼福。蜜獾是一种胆子大且好奇心旺盛的动物，一听到宅男们的欢呼夸赞，顿时开心的闪闪发光，姿势摆的那叫一个游刃有余。这还是野本第一次看到蜜獾这么开心的样子。从学校回去后，中西拉走了蜜獾，详谈关于兽欲煞的事。野本一个人回到房间，想着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了。结果一开门，好家伙，这不是那个被蜜獾打倒的狮子兽人吗？不仅如此，还有三门财团的大小姐杨湖。杨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劝野本拒绝参加兽欲煞，因为比赛形式不再是1对1，而是2人以上的兽斗士混战的歼灭战。而兽欲煞中战败就意味着死亡，这一切都是祠堂那个男人的计划。对方妄图把牙斗作为自己的实验场，野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对他说这些，只表示自己会转告蜜獾的，却没想到杨湖说不仅是蜜獾，就连他自己都要参加。兽欲煞是以兽斗士为棋子的现实棋局，而作为出资人的野本是要亲自上阵指挥兽人的玩家，他的一个判断就决定着他和蜜獾的生死。他真的有觉悟参加这种性命攸关的游戏吗？咖啡店中的中西同样在和蜜獾讨论这个问题。蜜獾确实很厉害，但是野本太过废柴，只会拖他的后腿，重新寻找出资人才是最好的选择。但蜜獾却认为野本就行，越是弱者越能分辨谁是强者，野本绝对不会反抗他，也就是说他能够随心所欲的行动。野本这边也拒绝了杨湖的提议，还是要问过蜜獾才行，不然不用等兽欲煞，蜜獾回来就得杀了自己。杨湖气得扭头就走，决定在兽欲煞中亲手击败蜜獾。而面对连狮子都能轻松击败的对手，三门决定派出纯户出战。等到蜜獾回家之后，野本将事情和他说了，蜜獾果然要参加，但是兽欲煞是3人团体，加上石田财阀派来的刚岛，他们还缺1个人，没想到人数居然成了最大问题。按理说，按石田财阀的人脉，找到合适的兽人应该不难，但偏偏有人在暗中做手脚，报名日期到明天就截止了。没办法，刚岛心一横，只能找这个人了。于是几人在咖啡馆约见了一位可爱的妹子，一听要她去参加兽欲煞，妹子满脸写着你确定？她可不是什么厉害战士，而是一只兔儿娘道叶。因为在牙斗中屡战屡败，已经找不到出资人，上不了场了。但有总比没有的好。刚岛一个土下座，把道叶吓得转身就想跑，是成功之后声名鹊起，还是失败身首异处？2选1吧。道叶更是连连拒绝，他哪个都不想选。蜜獾上来就是一顿威胁，兔子也有兔子的好处嘛，比如当诱饵什么的。这一下道叶直接拔腿跑路，倒霉蛋野本被踹去当说客。道叶从小就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也简单的小废物，因为拥有着兽化适应性，才决定成为兽人，结果却变成了没有战斗力的兔子，仍旧是干啥啥不行，逃跑第1名。就算参加了兽欲煞也没有意义。正好野本也是个渣渣，道叶逐渐被说动，而就在这时，一道激光突然从身后射向他。面对敌人的攻击，兔儿娘当场趴在地上开始挖洞，一道激光再次射中他的手，道叶瞬间满手是血，但却一点都不疼。袭击他的兽人是会从眼睛里喷出血液攻击的角蜥蜴，用自己的血液攻击敌人，这真的不会自己先缺血吗？角蜥蜴是剿共的斗士，就是他暗中使手段让石田的兽斗士不能参加比赛。逃跑的兔子很快被追上，眼看就要被攻击之时，蜜獾及时赶到，一爪子将角蜥蜴逼退，但对方的血液攻击实在太棘手了，不断有血液激光从他身后射回来，蜜獾根本近不了身，只能被动防御。还好兔子也不完全是废柴，它的耳朵非常灵敏，能够各自捕捉声音。兔子很快发现角蜥蜴不是一个人，正后方还有一个长得一样的双胞胎。蜜獾抄起地上的铁棍扔出，前面的角蜥蜴
下意识的躲开，却正好砸中后面。蜜獾趁机两爪子把两人解决，不过蜜獾并没有杀死他们，毕竟兽医煞开始前的私斗算犯规，于是将功劳算在了兔子的头上。道爷有生以来第一次打赢，当场兴奋的表示要参加兽御煞。蜜獾也拉着野本开始了特训。在兽御煞开始之前，主办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隶属于三门的财阀狮子因为之前被蜜獾打败受伤，所以没有参加这次兽御煞，这让中西的哥哥，也就是巴林财阀的老虎兽人大和非常不爽，也并不将蜜獾看在眼里。没有狮子的兽御煞等同于儿戏。巴林派出的另一个斗士是一位优雅的大姐姐，中西非常讨厌对方。大和自信地表示自己可以打败所有人，于是中心高兴地预约了蜜獾的人头。祠堂登场，开始说明比赛规则。兽御煞是由代表各个财团的兽斗士3人为一组，分成4个小组，为了活到最后而战斗的生存比赛。比赛的场地是漂浮在菲律宾海上的无人岛岩体岛，他们此时正乘坐着国内最大的航船兽王，朝着比赛场地行进，将岩体岛划分成100乘100平方的方格作为棋盘，将兽斗士作为棋子部署在棋盘上，玩家来移动棋子，不同队伍的兽斗士进入同一方格时，比赛开始。获胜条件是其他队伍的兽斗士全部死亡或失去战斗能力，活到最后的就是兽御煞的冠军。轮船不久之后就会抵达岩体岛，参加兽斗士需要现在开始准备。刚到，突然发现道叶不见了。至于道叶因为太紧张跑了厕所，却正好撞见了不该看的东西。兔女郎一脸被玩坏的倒在厕所，而男人将罪恶的手伸向了真正的兔子。道叶在厕所被剿攻的兽斗士围堵，之前的绞蜥也是剿攻的人。道叶吓得一个劲儿道歉，还好蜜獾及时找了过来，双方放了一波狠话。所有兽斗士准备完毕，玩家落座，兽御煞正式开始。各个财阀的兽斗士已经配置在不同的起始点，每个兽斗士的脖子上都带着接收玩家命令的通讯器。现场摄影机和卫星监控会将斗士的情况拍摄下来。首先开始掷骰子，点数为4，上届大赛优胜者作为先手移动棋子。野本的旁边正好坐着3门的杨虎，他再次提醒野本，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如果不了解地形，随意移动棋子，走到悬崖边死了都有可能。他不会连这个都没调查吧？野本还真就没有。而好巧不巧，下一个要移动棋子的人就是他。骰子点数为6，他得在规定时间内让蜜獾移动6格。兽御煞是玩家一个决定就能决定棋子优势劣势的头脑战。在座的各位都觉得像他这种4流大学的新手渣渣根本赢不了，却没想到野北慌乱归慌乱，居然一下就找出了最完美的据点。所有人都惊呆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众人急忙看监视器，才发现了端倪。原来在比赛开始之前，蜜獾就知道凭野本的头脑是绝对赢不了的，所以让野本干脆什么都不想，直接听从他的指挥。蜜獾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行走的步数，名为思考停止作战。身为玩家居然反被棋子控制，杨虎气得青筋暴起，发誓一定要打败这个渣渣。不过这也说明了蜜獾超凡的能力。蹲踞在视野最好的位置，中西教的部分兽化很快派上了用场。灵敏的耳朵和眼睛让蜜獾发现有斗士接近，而对方正是之前阻止过他和中西决斗的大熊，隶属于3门财阀的吉洛姆。没错，杨虎把他的棋子派过去了。比赛开始前，狮子传授了熊对决蜜獾的诀窍。蜜獾的防御力很强，会故意受到攻击，暗中观察，看透对方的弱点，然后一击必杀，所以会故意挑衅并露出破绽。所以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能轻易翻盘。他可是拥有牙斗中首屈一指破坏力的最强力士，一巴掌就能决胜负的破坏兵器。第一轮比赛正式开始，熊 vs 蜜獾。熊大吼一声，竖起巴掌朝着蜜獾重重拍下。然而蜜獾只是侧身一闪，再落地时，熊的胸口血花四溅，当场倒地不起。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蜜獾居然一击就秒杀了熊。原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蜜獾就看透了他的攻击，獠牙更锋利者胜，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想赢蜜獾，除非斗争的本能远超于他。刚倒行走在黑暗的森林中，突然背后血花四溅，老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然而刚倒也并非只有这点本事，他很快爬起来并进行了兽化。原来他的本体是一只河马，而这个地方聚集的不只是2个人，就连3门和巴林同样派出了各自的人前来，目的都是实力最强大的老虎。面对3人的围攻，老虎瞬间兴奋起来。这场4人的厮杀赛，究竟谁能获得胜利？老虎和鳄鱼到底谁更厉害？不以一方死亡不会结束的死斗兽御煞开幕。4大财阀为了争夺冠军之位，各自派出3名斗士进行厮杀。为了对付上届的冠军巴林财阀的老虎，其他3位财团各派出1名斗士前来围攻。剿攻的鳄鱼首先上场冲向老虎，河中霸王和丛林之王迅速展开对决，竟一时之间难分上下。鳄鱼有意拉开2人之间的距离，避免被锋利的虎爪伤到。而就在2人打得难舍难分之时，一记铁拳从斜刺
次里砸向老虎。三门集团的文弱眼镜居然长出了2只巨猩猩的胳膊，他看出了鳄鱼并没有在认真打，倒像是在盘算着什么。而就在他分神说话的瞬间，老虎猛地暴起，一拳正中猩猩下巴，紧接着犹如一道黄色闪电在林中急速移动。随后鳄鱼的胸前血花四溅。老虎，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兼具爆发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在丛林之中，甚至无法捕捉到它的动作。鳄鱼和猩猩一瞬间就被放倒，虎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现场爆发出了强烈的欢呼。但伊本却发现操纵虎的玩家脸色非常阴沉。岛上还有一处棋子密集的地方，豹女中西追着剿共的壁虎来到了一处偏远地区，对自己速度绝对自信的豹女变出兽形，打算将面前的女人解决。而就在此时，一段蛇尾悄无声息地将她五花大绑。原来壁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她引入陷阱。面对巨蛇的束缚，猎豹难以挣脱，准备直接上牙撕咬。然而巨蛇早就看穿了他的意图，蛇尾一甩，狠狠将其砸在了地上。猎豹的手臂被砸到骨折，壁虎冲上来对着他肚子又是一拳，然后对着脸一顿猛踩。他非常看不起猎豹这种自己没什么本事，靠着老虎哥哥耀武扬威的废物。不过他的哥哥也很快要完蛋了。解决完鳄鱼和猩猩之后，老虎就盯上了看戏的河马刚岛。刚岛自知自己绝对打不过老虎，但还是硬着头皮摆出了应战的姿势。而就在此时，老虎的项圈突然亮了，要求他在3分钟之内向南移动到指定格子。老虎的玩家移动了虎，主动放弃压倒性的优势，赶去支援猎豹。而就在虎正准备移动之时，原本已经倒下的鳄鱼突然冲了出来，张开血盆大口，死死咬住了老虎的腿。原来这就是鳄鱼玩家的计划，在老虎移动的瞬间限制住他的行动。老虎一旦无法在规定时间内移动，脖子上的项圈就会自动爆炸。老虎都惊了，刚才鳄鱼受的应该是致命伤才对，为什么还能活蹦乱跳？鳄鱼死死咬住老虎的腿，将它砸来砸去。老虎的攻击对他来说不过是擦伤而已，鳄鱼已经习惯了在满是病菌的泥沼里战斗和受伤。老虎玩家这才知道自己原来被算计了。蛇和壁虎控制住豹，他下令让老虎去支援时，再由鳄鱼控制住老虎，导致老虎的项圈爆炸。正面强攻赢不了，那就让他们耍一切花招吧。看着桌子上的玩家们谈笑间就轻松决定了他人的生死，野本只觉得后背直冒凉气。接下来又轮到他来移动棋子了。现在蜜獾所在的位置是最佳地点，但是蜜獾绝不是那种安分等待的人。猎豹这边被壁虎一阵虐打之后失去了兴趣，丢给了好色的巨蛇。这里是监控看不到的区域，所以不管干什么都不会被发现。豹女被巨蛇五花大绑，准备当场实施侵犯。突然，它的尾巴上出现了3条新鲜的爪痕。巨蛇吃痛下扔下了豹女，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正是蜜獾。野本擅自移动了棋子，将蜜獾也加入了战场。蜜獾表示干得漂亮，被层层蛇尾保护的巨蛇很难对付。蜜獾专注一个对手，却遭到了壁虎的偷袭。见自己如此成功得手，壁虎顿时觉得蜜獾不过如此。杨虎完全不理解野本到底在想什么，放弃地理位置最佳的区域，反而去加入混战，难道是为了去救敌对阵营的猎豹吗？没想到野本还真是这么想的。听到野本的想法之后，顿时会场内爆发了惊天的爆笑，居然还真的有这么天真的人。目前格子内存在的4名棋子，但全员都处在非干涉地带，于是管理局紧急派出摄影组进行直播，而他们看到的第一眼画面居然是蜜獾被壁虎吊打。蜜獾的特长是中距离进行反击，近距离战很难展开手脚，而现在正在被壁虎紧紧的粘着，被摆弄的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壁虎的手掌上生着约50万根钢毛，能和任何物体相互吸引，产生强烈的分子间力。蜜獾本来就是偶尔战胜狮子的新人，所有战术都被研究透彻，哪里敌得过身经百战的壁虎？杨虎表示，都是野本的愚蠢判断才将他的棋子置于死地。野本也开始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石田集团的社长夫人开口让他不要退缩，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妻子。蜜獾被打得爬不起来，巨蛇和壁虎都以为胜负已定。巨蛇得意的去找猎豹继续运动，突然白光一闪，他的半张脸都被切开。猎豹重新振作了起来，拦在蜜獾面前。于是两人决定先合作解决共同敌人。猎豹 vs 壁虎，蜜獾 vs 巨蛇，2对2的双重比赛正式开始。剿共集团送进兽欲煞的3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毁灭祠堂的阴谋。被戳下1只眼的巨蛇彻底暴怒，直接将全身兽化成了恐怖的蛇怪。拥有大量爬行类遗传因子的人，要比常人更具有原始的残暴性。这种人一旦兽化，就会完全脱离人类的形态。如果是之前的牙斗，会对兽人的启用设定做充分的限制，哪怕是绝对会获胜的精锐兽人，只要精力和人格有问题，就不能成为斗士。然而5年前，祠堂就任牙斗管理局局长后放宽了这条限制，结果就导致以凶恶的罪犯为首的来历不明的人相继接受了兽化手术，并产生了大量粗鲁缺乏自制力的斗士。也就是说，画面中对峙的双方都是被祠堂制造出来的怪物。蜜獾凭借着灵活的身体和巨蛇缠斗着，可攻可守的蛇尾让他很难进行攻击。
但同样巨蛇也无法命中他。猎豹因为断掉的手臂无法活动自如，和壁虎的对决处于劣势。但就在对方弹起他哥哥的时候，猎豹的速度猛地加快了，他的哥哥才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老虎被咬合力最强的鳄鱼紧紧咬住，无法挣脱，只能等待项圈把自己炸死。但老虎毕竟是老虎，猫科动物的柔韧性让老虎反手死死缠住了鳄鱼。如果自己的下场是被炸死，那鳄鱼就得和他同归于尽。而且老虎有自信，鳄鱼绝对不会放开他。如果这时候因为爱惜生命放开他，鳄鱼就不再是野兽，只不过是表现出扭曲天性的卑劣人类而已。鳄鱼成功被激怒的表示自己绝不松嘴。距离爆炸还有10秒钟，眼看僵持的两人即将被炸死，河马突然冲出来撞开了两人。河马拥有仅次于大象的魁梧身材，却能在10秒内移动100公尺，终极一击甚至能够破坏汽车。他们的决心确实了不起，但无论怎样，野兽一样珍惜自己的生命。牙斗可不是他们的自杀秀，不管是蜜獾还是河马，石田还真是4大家族里的一股清流。而河马之所以会这么做，也是因为石田夫人的教诲。石田财团救下了他的母亲和妹妹，还给了他一笔巨款。冈岛曾经发誓会不惜一切为石田财团赢得胜利，但石田夫人却说不应该如此。兽人挑战了成功率极低的兽化实验并活下来的人，他们投资的正是这种有价值的生命，所以他希望兽斗士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即使化身野兽也能坚持自己的道。轻易舍弃自己的生命是斗士之耻。因为河马的横插一脚，老虎的最后关头赶上了移动，剿共的阴谋没能得逞，但河马却因此陷入了危险之中。皮糙肉厚的鳄鱼吃了他的冲击，不仅毫发无伤不说，甚至连之前老虎对他造成的伤害都在愈合。鳄鱼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伤口在战斗中愈合不过小菜一碟。鳄鱼的身体再次膨胀，气势汹汹地冲向河马。石田集团的2个人都打得正酣，至于第3个兔子，他在愉快地挖洞。蜜獾用锋利的爪子挣脱了巨蛇的束缚，趁着对方防御空档直冲要害，却没想到巨蛇舌头一扫，瞬间将他狠狠砸进了地下。蛇靠舌头感知气味，并将嗅觉转化为视觉情报，所以就算他2只眼睛都瞎了，也能准确感知蜜獾的位置。蜜獾再次从地上爬起，却在进攻的瞬间突然失去意识，跌落在地。原来是巨蛇早就在四周散布了能让猎物麻痹的雾状神经毒素，就算是狮子也招架不住。见巨蛇这边搞定了，蜥也不再和猎豹磨蹭，直接进入了完全兽化状态。蛇蝎美女立刻变身恐怖异性，只用尾巴就能轻松支撑自己的攻击。猎豹完全不是他的对手，被狠狠砸进屋子后，壁虎用手粘住猎豹，狠狠地旋转摔打。巨蛇将昏迷不醒的蜜獾拖进屋子，准备好好玩弄一番。2根巨炮从他体内伸出，变态的打算欣赏蜜獾因为剧痛求饶的表情，却没想到下一秒，他的2根巨炮被7根切断。巨蛇瞬间疼得在地上打滚。蜜獾怎么会醒来？难道说自己的毒没有生效？不，确实是生效了。但蜜獾对毒素具有很强的耐性，就算陷入无法动弹的局面，也会很快恢复。被断子绝孙的巨蛇恼羞成怒地朝蜜獾发起攻击，却瞬间被拦腰斩断。獠牙更锋利者获胜，这就是牙斗。另一边，以为已经将猎豹打死的壁虎收手准备离开，却没想到下一秒，猎豹像没事人一样从地上爬了起来。壁虎这点速度，在时速100公里的猎豹眼里就跟静止的一样，所以即使被粘住动弹不得，它也完全没有受伤。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壁虎不仅胜算不大，甚至腹背受敌。解决了巨蛇的蜜獾找了过来，2对1的局面，谁能获得胜利？河马完全不是鳄鱼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倒。而就在此时，3门的王牌城户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兽人们厮杀到死，却只为给有钱有势的人取乐。如今战斗已经白热化，3门集团的杀手锏城户也登场了。据说他只出战过1次，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的兽行。城户一出场就给在场的2人带去了可怕的压迫感。鳄鱼警告他不要靠近，然而城户一开口就是被折断的树枝，好可怜。原本被打倒的猩猩突然出现，原来他面对虎的攻击时故意避开了要害。他提醒鳄鱼最好不要刺激城户，对方是个环保主义者，一旦遇到破坏自然的人，就会忍不住想杀了对方。猩猩和城户2个3门集团的斗士会合，猩猩自信地认为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鳄鱼怎么可能轻易认输？当场用尾巴砸断了一棵树，以示挑衅，扬言要用恶锤把他们都杀了。鳄鱼的尾巴是被坚韧皮革包裹的巨大钝器，一击甚至能贯穿河马的皮层。如果正面遭受了他的攻击，绝对会丧命。鳄鱼咆哮着朝城户挥动尾巴，然而城户轻轻一抬手就将他的攻击拦了下来。鳄鱼惊呆了，他就像是击打在了金属上
一样，完全没有对对方造成任何伤害。既然打击不起作用，那就上嘴。鳄鱼张开血盆大口，下一秒血花四溅，成虎的铁拳直接洞穿鳄鱼的脑袋。就算是兽人，脑子被打透也不可能活着。成虎就这样以压倒性的优势消灭了鳄鱼。不仅如此，他还蹲下来继续殴打破坏着鳄鱼的尸体，场面一度非常血腥。观战的玩家无不被成虎的残忍所震慑，鳄鱼的玩家心都碎了，他最强的斗士居然就这样死了。鳄鱼一死，那成虎的下一个目标绝对是河马，而河马必死无疑。此时的河马也是这么想的，还好成虎固执的要把鳄鱼砸碎给树当肥料，暂时没空理他。正好轮到石田夫人移动妻子，于是夫人立刻指挥河马撤退，但巨猩猩并不打算就此放过河马，变出兽形挥舞着巨拳朝着，但意外的是他的一拳就扑了个空，河马凭空消失，只在原地留下了一个洞。再说蜜獾这边，面对蜜獾和猎豹的两面夹击之势，壁虎玩家明智的选择了撤退。如今现场只剩下了猎豹和蜜獾，那两人当然是要继续之前的决斗了。两人冲出破屋，你来我往，打得不分上下，最后还是猎豹技高一筹，再次将蜜獾压到了身下，然后两人打着打着，居然当场亲了起来。河马被从洞里扔了出去，原来是兔子挖洞救下了他。不过河马也因为伤势过重，暂时动弹不得了。挖洞挖嗨了的兔子主动去到诱饵，猩猩这边正发愁要怎么去找兔子洞，结果兔子自己就送上门了。即使兔子鼓起勇气对上了猩猩，但是这种实力差距根本不是这么轻易就能弥补的。兔子被吓得仓皇逃窜，主持人将直播转到另一边，结果开幕雷击，猎豹和蜜獾居然当着镜头搞在一起了，两个兽娘抱在一起又摸又亲。不过别误会，他们并不是打着打着上头了，而是遭到了80的另一个斗士麝香猫的算计。他体内发出的香气是最好的催情药，在空气中散布催情药，把战斗中高涨的热情转化为情欲，成功让猎豹和蜜獾失去战斗能力。大尺度的射情演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起来，纷纷表示还有没再来点，气得杨虎面红耳赤，发誓一定要把这些玷污神圣牙斗的人全杀了。而他不知道的是，启用麝香猫催情居然是管理局早就设定好的福利环节。壁虎还不知道鳄鱼已死，在和鳄鱼会合的路上倒霉的遇上了虎，甚至没等他完全兽化就被老虎秒杀了。壁虎、巨蛇、鳄鱼全部被杀，剿共集团彻底失败。猎豹和蜜獾这边还在激情搞百合，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战斗。杨虎突然一砸桌子，脸色阴沉的让众人闭嘴继续战斗。不愧是三门会长的孙女，影响力居然如此之大。但一本总觉得杨虎有些过于认真了，就像是在被什么逼迫一样。而杨虎如此认真的原因很简单，三门会长被祠堂的野心拉拢，加入到了祠堂的邪恶计划中，他必须要带领三门获得完全的胜利，夺回他爷爷的心。麝香猫看着深陷情欲的两人，觉得胜券在握，只有能支配情欲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但没想到深陷情欲中的蜜獾因为想起了祠堂，居然就这样从愿望中挣脱了。不仅如此，还迅速朝着麝香猫发起了攻击。麝香猫完全没有防备，仓促之下只能慌乱躲避。而就在这时，老虎也出场了。这场比赛看上去是四大家族的针锋相对，而实际上四大家族的掌权者正在贵宾席上相谈甚欢。这一次国会计划通过的特定基因重组管制改革法案，统称兽化法，对外宣称是关于作物的品种改良和规制缓和，但本质却是让兽化手术合法化。这与兽化产业、兽化商业的扩张息息相关，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四大财阀如何分配其中产生的利益，就是这次兽医杀要解决的问题。胜利者将掌握一切的权利。石田财阀是四大财阀中最弱势的，会长唯唯诺诺，生怕得罪人。剿共已经彻底退出了斗争，但他并不在意，因为通过兽化法案获益最多的并不是任何一个财团，而是祠堂所带领的管理局。他们的本业是基因生产，管理着所有制造兽人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祠堂利用自己的立场讨好三门和80，以此加强自己的发言权。但剿共也并非没有对策。让我们再回到场上，上届冠军老虎的到来让气氛进入高潮。如今30集团的3位斗士齐聚，而石田只有蜜獾一人，3对1的局面对蜜獾来说可谓是不利到了极点。但蜜獾天不怕地不怕，冲着老虎就冲了过去，两人很快就缠斗到了一起。不管是老虎还是蜜獾，催情香都没对他们产生影响。但反观猎豹还有5分钟才能恢复，麝香猫变出爪子打算上前助阵，却被猎豹制止。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打扰老虎狩猎，不然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蜜獾的绝招斩击被老虎轻松防下，这下老虎更确信他打败狮子只是戏言。
兔子在被猩猩追杀，兔子跑得飞快，猩猩愣是一直都追不上。此时玩家发来命令让猩猩移动位置，但猩猩又不愿意放弃到手的猎物，于是打算速战速决。猩猩撞断树木，不断朝兔子扔去，甚至连最后的洞口都堵了个严严实实。大猩猩的握力有500公斤以上，拳头的威力能达到1吨，阻止兔子逃入洞穴轻而易举。而就在猩猩打算将兔子杀死的时候，橙户突然出现了，警告他不要破坏自然。猩猩一激动，毁坏了太多的树木，触犯了橙户的逆鳞，自知自己绝对无法说服橙户，猩猩决定打倒橙户之后赶紧逃跑。然而1吨重的拳头朝着橙户脑门砸下，对方居然纹丝不动。猩猩彻底慌了，不断的捡起树木砸向橙户，而橙户一直都是那句别虐待自然。橙户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不起自己一样，猩猩彻底生气了，根本不管两人是队友，双手撑锤朝着橙户狠狠砸下。然而下一秒他就被橙户拦腰斩断，橙户居然杀了队友，会场一下子掀起轩然大波。跌倒在地的兔子面对如此可怕的对手，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但听到转移命令的橙户并没有理他，而是朝着东边离开了。捡回一条命的兔子现在吓得只想回家，但一想起自己的队友，他还是鼓起勇气擦干眼泪，跑去将橙户的真身告诉蜜獾。如今3门只剩橙户，剿共全灭，10天能战斗的也只有蜜獾，唯独803人全胜。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杨虎却丝毫不慌，看上去像是对自己的妻子有绝对的自信。但蜜獾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被蜜獾腰斩的巨蛇居然还有一口气，埋伏在草丛里，试图对老虎发起攻击，被蜜獾一脚踹翻，就给现场管理送医。放过弱者是强者的特权，老虎认为一定是狮子放过了蜜獾一条命。从高中开始，老虎就气势汹汹的要和狮子一决胜负，但当时他还没有接受兽化手术，完全不是狮子的对手。狮子表示自己不会和弱者战斗，他只会和拥有相同力量的强者战斗，不管对手是谁都不会一击打败，而是在会激发对手的全力之后，自己也全力以赴。老虎认为蜜獾只是利用了强者的谦卑，用了卑劣的手段，他绝对不承认蜜獾打败了狮子，能打败狮子的只有他老虎。蜜獾和老虎紧张地对峙着，一声剧烈的引爆，老虎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蜜獾就被重重砸飞了出去。麝香猫惊呆了，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发生了爆炸。了解老虎的猎豹表示，这是老虎的绝招，瞬间进入敌人的死角，然后在敌人突然他消失的瞬间，瞄准死角一击必杀。猎豹认为已经结束了，没有人能扛下老虎的必杀技。然而烟尘散去之后，蜜獾居然又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他居然扛下了老虎的必杀一击，獠牙更锋利者获胜，仅此而已。老虎一爪子将蜜獾掀翻在地，而吃了一击必杀的蜜獾居然还能站起来。老虎的必杀技的本质是让对手因为迷失他的身影而慌张移动时发起的反击，但是蜜獾完全不移动，老虎就没法发动攻击。而且蜜獾对自己的防御力很有自信，为了得知使用蜜獾斩击反击所需的距离而故意承受攻击。如今蜜獾已经掌握了攻击的合适时机，正他在准备下一击就将对手彻底解决的时候，突然视线模糊的吐血倒地。老虎的攻击是凌驾于狮子之上，猫科动物的最强攻击，即使没有命中，威力也不容小觑。但即使受到了重击，蜜獾依旧爬起来，做出一动不动的蹲踞姿态。虎也明白是自己小看了蜜獾，而就在两人对峙之时，兔子从洞里冲出来，嚷嚷着干掉鳄鱼和猩猩的敌人要来了。结果他出来的实在不是地儿，一扭头就看见老虎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吓得当场逃跑。结果跑了2步，就因为麝香猫的催情香进了发情期，被麝香猫拎着耳朵提了起来。老虎浑身气势暴涨，兽化程度逐渐加深，能够承受他2次必杀的只有狮子。他对蜜獾的实力表示敬意，但同时也表示下一击就会将他杀死。猎豹最了解老虎，这是他哥哥认真起来的架势。至今只有和狮子的对战中出现过的举爪，将利爪深深插入地下，放低重心，使出必杀进入神速领域，然后用5根锋利的爪子将敌人彻底撕碎。他这次是真的打算杀死蜜獾了。老虎的玩家得意洋洋，杨虎再次毫不留情地嘲笑着野本，都是因为他的错误判断。现在蜜獾就要被杀死了，成为杀人凶手的感觉怎么样？杨虎怂恿着野本指挥蜜獾逃走，杨虎的话让野本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但看到大屏幕上蜜獾坚定的眼神，野本回想起了和蜜獾一起度过的时光，他猛地站起来，表示自己放弃这头子，就让棋子留在原地，让蜜獾继续和老虎对战。在座的玩家都对他的决定惊讶不已。杨虎再次试图攻心战术，如果蜜獾死了，可就
就是他的全部责任。他真的背负得起如此沉重的人命吗？野本这次非常坚定，这里要抉择的不是面对责任还是要逃跑，而是抉择要负逃跑的责任还是不逃跑的责任。他一直都将所有判断交给了别人，什么决定都不做，随波逐流的活到现在。升学也是，加入动漫社也是，就连被小混混拉去搭讪，结果卷入牙斗中也是。他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决定，但唯独选择相信蜜獾这一段是他自己的意志，只有这一步，他绝不退让，赌上性命去相信他人，或许这就是他的价值。老虎和蜜獾紧张地对峙着，突然之间，老虎动了，他如同一道离弦的箭一样直冲蜜獾的身后。令人意外的是，蜜獾居然扭头跟上了他的行动。然而突然之间，一条巨大的尾巴横扫而来，蜜獾毫无防备地被拦腰击飞了出去。野本惊呆了，杨虎露出了得意的笑。他早就说过，野本绝对会后悔的，因为他的王牌橙户到了。橙户的身后竖着一根尖刺如同凶器一样的尾巴，蜜獾直接被打断了手臂，倒在地上。原来杨虎的真正目的是让橙户和老虎对战。树林里是老虎的主场，橙户也会为了保护树木无法发挥全力，所以他才会故意挑衅野本，利用蜜獾将老虎留在这片空地上。石田夫人皮笑肉不笑地发起嘲讽，为了获胜启用受过竞赛处分的斗士，杨虎还真是为了获胜而不择手段。橙户非常凶暴，但却极其的爱护树木和自然，于是在比赛开始之前，杨虎找到了他，声称祠堂和蜜獾是自然之敌，由此激起了橙户的斗志。蜜獾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就遭到了橙户的多次攻击，对方只变出了一条恐怖的尾巴，在场的斗士甚至连他是什么兽人都不知道。兔子趁机一脚蹬开麝香猫，想要逃跑，结果因为催情香的作用，爬都爬不起来。麝香猫边嘲笑边准备将兔子抓回来，结果刚走2步，脚下突然一空，整个人都陷进了洞里。原来这是兔子用自己为诱饵，故意设计的陷阱。高高跳起将麝香猫砸进洞底后，兔子赶紧把洞口堵了个严实，准备去帮蜜獾，但那边的战斗根本不是他能插上手的。橙户的皮肤如同钢铁一样的坚硬，蜜獾的利爪没留下一点伤痕，而橙户一挥尾巴，蜜獾就被狠狠砸在地上昏死过去。而正当橙户逼近蜜獾，打算给他致命一击之时，老虎突然冲出，狠狠撞向橙户。他无法忍受橙户无视他而盯上了蜜獾，抢夺老虎的猎物，罪该万死。老虎挥舞起利爪朝橙户的面门抓去，然而橙户全身坚硬如盔甲，根本无法破防。老虎瞄准对方破绽，狠狠挥出一爪，轰的一声巨响后，原地被烟尘笼罩。老虎急忙避退，拉开距离。烟尘散去之后，浑身被坚硬鳞片覆盖的怪物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橙户的原型居然是一只穿山甲，橙户的鳞片犹如刀片一样的锋利，每攻击一下都能造成极大的伤害。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武器，整个身体都是凶器，是毫无破绽、攻防一体的超级斗士。老虎和橙户费力地缠斗着，无论什么生物，腹部都是要害部位。老虎费了半天力，终于让橙户仰天倒下，而就在他准备对腹部发起攻击的时候，橙户突然就地一滚，缩成了一团完全防御的圆球。穿山甲一旦变成防御形态，基本上就是无敌的。它坚硬的鳞片，就算是子弹也无法穿透。自然界不存在突破这种防御的办法。老虎无能狂怒地不断攻击着橙户的盔甲，在他的不断打击之下，完全防御的状态终于破开了一处空隙。老虎趁机将虎爪伸了进去，但没想到这居然是橙户故意设计的陷阱。老虎伸入爪子之后就被紧紧绞住，动弹不得。而橙户突然开始快速翻滚，锋利的鳞片直接切断了他的手臂。但即使被切断手臂，血流不止，老虎仍旧再次爬起，摆出了攻击姿态。即使会死，他也绝对不会放弃战斗。橙户再次缩成浑身猎人的恐怖圆球，朝着老虎冲撞而来。而就在此时，河马突然从斜刺里冲出，一把撞开橙户。虽然受了重伤，但河马还是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两名彪形大汉撞在一起，虽然防御不及橙户，但是论力量，他可不会输。而橙户可不止防御力强，锋利的爪子狠狠刺入河马的腹部，原本就重伤的河马当场倒地不起。老虎趁机跃下，剜下了橙户的一只眼。然而还没等他得意，橙户的尾巴就捅穿了他的腹部。老虎和蜜獾相继被击倒，杨虎自觉已经将胜利握在手中，直接严厉地发动了全场嘲讽。橙户再次将目光锁定在了蜜獾身上，猎豹一把拦住橙户，接下来的对手是他。兔子努力地挖洞，想要带蜜獾逃离，然而就在此时，昏死的蜜獾突然抽搐起来，随后一阵强光闪过，兽化更加明显，样貌大变的蜜獾精神无比地跳到了橙户面前。这才是蜜獾真正的样子，不是通过强行改造基因进行的兽化，而是本身就拥有兽化基因的原种。人和兽的完美结合，就连本性都变成野兽的彻底兽化。
7年前的香港，当时的祠堂还是个刚刚接手管理局的落魄社长，吃饭的时候被蜜獾抢走了包子，祠堂立刻追了上去。蜜獾究竟是什么？如何诞生？又是如何而来的？没人知道，因为它是野兽一般的羊毛和心情，当地人都称呼它为畜生，不会说话，也没有心，只是单纯的野兽，靠抢夺偷窃别人的食物活着。但是祠堂却如获至宝，他终于找到了能从根本上颠覆兽人存在意义的原种，并发誓一定要将它带回日本。于是祠堂用尽了各种方式去接近蜜獾，渐渐的，蜜獾接受了它的存在。祠堂给蜜獾取了名字，认为它不是野兽，而是人类，只要肯花时间，一定能和它沟通。但他的部下柴山却认为祠堂这么做太危险了，要强行把蜜獾抓走。于是祠堂只好偷偷去和蜜獾见面。在祠堂的耐心下，蜜獾居然真的学会了说话。祠堂心花怒放，却没想到就在此时，柴山开枪击中了蜜獾，蜜獾立刻哭着逃走了。柴山射出的是麻醉弹，几分钟后，蜜獾就会被麻醉陷入昏迷。祠堂气得直接给了柴山一拳，因为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哪怕是1秒钟的动弹不得，都会让它陷入危险。而且这附近是被黑帮占领的3不管地带，平时就惹得所有人讨厌的小偷流氓被抓住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而正如祠堂预料到的那样，失去意识的蜜獾被流氓抓住，要剥皮抽筋。尽管祠堂表示愿意赔偿损失，一再阻拦，但仍旧遭到了黑帮的暴打。祠堂扑过去，将蜜獾紧紧护在身下，任由流氓把自己打得浑身是血。还好秘书小七及时赶到，打倒了流氓，这才将蜜獾和祠堂一起救下。看着拼命保护自己的祠堂，蜜獾就此心动了。他从此从野兽重生为人类，但是舍弃野性就无法生存，只有亮出獠牙才能获得胜利。猎豹看着完全形态的蜜獾惊呆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蜜獾就已经如同炮弹一样砸向了陈户，然后紧紧攀附在了陈户的尾巴上，表情是前所未有的兴奋。这一场战斗的赢家是谁还不一定呢。濒死的蜜獾突然满血复活，活蹦乱跳，没事人一样洗刷着穿山甲陈户。这一变化气得3门大小姐杨虎咬牙切齿，且羞耻不已。她刚才都夸下海口说了胜利宣言了，但不管怎么说，穿山甲都是无敌的。蜜獾的利爪依旧没能在她坚硬的盔甲上造成任何伤害，两人相撞的恐怖拳风震耳欲聋。倒霉的是向左被两人的战斗波及，蜜獾一脚踹倒照明灯，冲向陈户，但看着大灯倒向树林，陈户突然一转身，无视蜜獾挡开了大灯。原来这地方有一片花丛。蜜獾不解陈户怎么突然终止了战斗，跳过来询问时，差点踩上了花丛，被陈户一尾巴甩飞出去。紧接着不断朝蜜獾发起攻击，蜜獾的躲避看似狼狈，毫无理由，却每次都恰好避开了致命伤。观战的猎豹其实没对蜜獾抱有太多期望，通过老虎的战斗，他算是看明白了，不管是防御力还是攻击力，陈户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技巧上再怎么厉害，都无法弥补力量上的差距。陈户的爪子如同锋利的刀刃朝着蜜獾刺去，然而蜜獾却一个俯身，正好完美避开了陈户的攻击，甚至表示他是遇到的对手中最好对付的。蜜獾的利爪对着陈户毫无防备的前胸狠狠抓下，没有鳞片保护的地方瞬间皮开肉绽。有时蜜獾挑衅的大型食肉动物体型是它的10倍，这已经不属于靠战术就能解决的范围了。但是向强大的敌人挑衅，没有胜算的战斗才是蜜獾发挥本领的时候。蜜獾一鼓作气扑向陈户，却不想陈户直接缩回了完全防御形态，可怕的尾巴朝着蜜獾拍下，老虎就是拜倒在陈户这招上。猎豹赶紧提醒蜜獾小心，然而蜜獾根本不按套路出牌，飞起一脚就把缩成球的陈户踹了出去。陈户庞大的体型将周围的大树拦腰撞断，自己居然亲手毁坏了保护的自然。陈户这下彻底崩溃了。小时候妈妈送给了他一盆小雏菊，他当做妈妈好好养育，但是小雏菊却被酒鬼父亲无情的踢碎了，骂他妈妈不过是个妓女，早就勾搭上别的男人跑了。父亲不断的践踏着他的妈妈，陈户怒从心头起，抄起球棒朝着父亲狠狠砸下。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的妈妈。蜜獾甚至都没反应过来，他的左臂就已经被切断了。愤怒的陈户变成了更恐怖的形态，失去左臂的剧痛让蜜獾痛到满地打滚，但面对渐渐逼近的陈户，他还是顶着能让人丧失战意的疼痛站了起来。但此时的陈户和之前明显不同，如同浑身插满了刀刃一样恐怖，而且对于重视的自然毫不在意，只知道一味的发起攻击。蜜獾一个不慎就被锋利的尾巴砸中，陈户如同风雷一样不断捶打着蜜獾，恐怖的尾尖更是直直插入了他的后背。而就在陈户即将打算将蜜獾彻底解决时，失去意识的蜜獾却突然暴起，抄起自己已经断掉的手臂，直直插进了陈户的头上，然后高高跃起，露出微笑，一爪子捅进了陈户的嘴里，搅碎了他的整个脑子。无敌的蜜獾也有被敌人杀死的时候，但即使手脚被切断，腹部被抛开，蜜獾也毫不畏惧，甚至更加凶暴，在迎来死亡之前会激烈的反抗到底，这才是颠覆自然界常识的蜜獾的最大武
武器，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称获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蜜獾发出胜利的呐喊，原来被击中都在蜜獾的算计之中，为的就是拿到断臂攻击成户的死角。蜜獾居然打败了无敌的穿山甲，观战的群众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好声。杨虎崩溃了，他居然输给了野本这种渣渣。就在此时，情况突变，重伤的蜜獾突然倒地，而已经被击穿了整个头骨的成户居然又再度站了起来。然而没等杨虎高兴太久，一直观战的猎豹一记爪击割开了成户的咽喉，这一下成户算是死得透透的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能想到最后杀死穿山甲的居然是猎豹？在场除了他，已经没有能动弹的人了。按理说最后的胜利非他莫属，但就在这时，磕到脑袋晕过去的兔子突然醒了。猎豹对付兔子当然是绰绰有余，兔子吓得转身就跑，然而他的速度怎么可能跟得上猎豹？然而就在兔子以为今天非死不可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一招空翻狠狠踢中了猎豹的下巴，而猎豹就居然这样被他踢晕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兽鱼煞最后的胜利者居然是兔子，最终赢家居然是背水一战的石田财阀。即使石田财阀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三门会长也仍旧没把石田放在眼里。三门是日本最强大的财阀，没有之一，即使输了也不会把兽化法让给别人。石田会长突然一改之前唯唯诺诺的态度，公然和三门叫板起来。巴林会长也站起来支持石田，剿共戳穿了两人的阴谋。这次的兽御煞，管理局让巴林和石田暗中勾结，让巨石朝向他们有利的方向，而作为条件，祠堂利用这次比赛作为试验场，测试他的棋子。巴林当然不会承认胜者为王，石田财团获得胜利就是铁证。而就在此时，会场却突然断电了，而就在岛上的摄影小队全部死亡，一群变色龙隐藏在树林中，打算将参加兽御煞的兽人全部杀死。这样，兽御煞就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无效比赛。兔子暂时给蜜獾包扎好了伤口，突然一根无形的舌头从天而降，还好兔子耳朵敏锐躲过了一击。然而变色龙时速90千米的蛇弹射出仅需0.01秒，是动物界最快的投射物。兔子很快就被击中五花大绑，而就在他们打算将兔子杀死的时候，失去意识的蜜獾突然清醒过来。然而濒死状态的他已经无力战斗了，飞速解决两只变色龙之后再次昏厥。还好主持人小琪及时赶到，漂亮姐姐踩着高跟鞋踹死了剩下两只变色龙。刚才发生的一切，除了管理局，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在场的兽人虽有负伤，但都性命无忧。大家忙着听兔子的胜利感言。祠堂找上4位财阀老总挑明此事。变色龙隶属于剿共集团，明显是剿共为了杀死幸存的兽斗士，将刺客派到了岛上，想要趁乱让兽御煞的协定作废。剿共会长也坦坦荡荡承认了自己的违规，他绝对不会认可祠堂的行为。然而他身后的绞蜥还没来得及行动，剿共会长就已经被一爪抓碎了脑袋。狮子恐怖的威压吓得绞蜥动弹不得。三门会长刚表示剿共死得好，祠堂转头就将矛头对准了他。三门财阀利用牙斗多年来独占日本经济命脉，兽化技术本该提高完成度，好向社会开放，让更多的人享受兽化技术带来的好处。当初祠堂带着兽化技术找到三门会长，却没想到三门为了一己私欲而独占兽化技术。三门会长毫无惧色，仗着自己财阀的强大实力想要独占一切，却没想到刚刚站起，锋利的爪子就贯穿了他的胸膛。谁能想到狮子居然叛变了？剩下的巴林和石田早已和祠堂合作，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世界财阀都回归正轨，让全世界都享受兽化技术的福果。输掉了比赛的杨虎正计划着和爷爷道歉，却没想到一推门却看见了自己爷爷的尸体。祠堂睁眼说瞎话，表示三门会长死于心脏病突发。杨虎彻底崩溃了，发誓一定要让祠堂完蛋。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三门会长的死是管理局联合其他财阀的阴谋，就连狮子也都叛变了。他早就不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小姐，而是像他曾经对待兽人那样，成为了被随意丢弃的棋子，甚至要雌伏于狮子身下才能保命。兽御差最终由兔子和石田财阀的胜利圆满落幕。2周后，兽化法案通过，野本回归了往日的平常大学生活，但他却觉得怅然若失。自兽御煞之后，他就再也联系不上蜜獾，就像之前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一样。但手里的3亿日元报酬却告诉他，这一切不是梦。回想起和蜜獾一起度过的时光，野本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就在此时，蜜獾突然发来消息，让他去那个地方。于是野本来到了2人第一次见面的垃圾场，而蜜獾确实在这里等着他。断掉的手臂已经接回去了，身体也没事了。2个人面面相觑，野本突然认真的和蜜獾道谢。虽然在兽御煞里制定了他只听从蜜獾指挥的战术，但他却私自选择了行动。那是他出生第一次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斗的瞬间，而那时他也真正明白了獠牙更锋利者获胜这句话的真正意义。决定胜负的是不逃避做出决定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说，獠牙指的是战斗的理智。蜜獾跳起来，红着脸问野本是不是在和他告白，但其实野本也不知道他对蜜獾的感情到底是什么。蜜獾
欢同样感激野本，到最后都紧紧跟随他，然后一爪子杀死了野本。祠堂命令他要杀了野本，因为之后不管对祠堂还是对他，野本的存在都是威胁。蜜獾完成回到车上，野本从偶然和蜜獾相遇开始，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蜜獾偷偷流下了眼泪，和野本一起度过的时光，他永远不会忘记。不久之后，东京湾的人工岛上出现了一处实施兽化法规定的兽人特区，这里也是世界级兽人格斗大赛兽育岔的举办地。兽人们相继奔赴兽人特区中心的竞技体育场，兽育岔即将开始，獠牙更锋利者获胜，这就是牙斗。